南海水下有没有来历不明的潜艇，只要知道了大概的位置，反潜一方的作战难度就下降了很多。只要给定一片海域，通过投掷声呐、浮标和拖曳式声呐拉网排查等方法，对方的静音性能再好，也逃不过这样的天罗地网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海狼级撞船会不会影响美国新一代潜艇的设计。眼下美国正在准备设计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，号称是终极水下捕食者。海狼级潜艇这一次在南海发生撞船事件，肯定会对这种新潜艇的需求带来影响。但是如果把战场限制在南海，美国搞什么新型号都没什么用。在传统上美国核潜艇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任务。首先就是保护美国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编队。第二是攻击对方的水面舰艇部队，破坏海上交通，以及寻找和打击对方的弹道导弹和潜艇。最后一种就是执行各种秘密侦察和渗透的任务。在南海的行动包括了上面3种任务。首先，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群经常要在南海周边甚至是在南海内部活动，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掩护，就是美国攻击型核潜艇必然的职责。南海是重要的国际水道，也是解放军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活动的场所，有很多的目标可以作为美国核潜艇的攻击对象。另外解放军的导弹核潜艇也会在南海地区活动，美国当然要想方设法的阻止这些潜艇进入太平洋的深处，在更自由的阵地上向美国发射导弹。第3种任务应该就是康涅狄格号这次所执行的，对中国海军的南海地区的战场建设和海军活动进行侦察。我们也不排除是在为特种部队秘密潜入做一些准备工作。上述种种都需要攻击型核潜艇具备以下几种能力。首先是良好的态势感知能力，不管是用自己的水深探测设备，还是靠卫星、飞机提供的情报，要确保自身在水下的安全航行，不能暴露，也不能出事。其次是要具有高速的水下机动能力，一旦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，要能够及时的逃脱，不能够被解放军的反潜兵力围捕。第3就是要有强大的攻击力，一旦美国军方下达命令，要求海狼级在南海实施破礁行动和水面战的任务，那么他就要有能力利用鱼雷或者是反舰导弹来攻击解放军，或者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来攻击中国大陆纵深的目标。但是这一次的撞船行动证明，海狼级恐怕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上述任务。这就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海狼级不是号称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吗？无论在静音性还是火力上，海狼级不是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吗？实际上，海狼级在南海的确不具备上面所说的这些优势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撞坏了康涅狄格号。美国海军已经明确的表示，它并不是和另外一艘潜艇相撞的，很显然也没有遭到火力的攻击。这种情况下，康涅狄格号就丧失了战斗力，被迫用浮出水面这种屈辱的方式退出战场。相信惊掉了下巴的绝不仅仅是美国海军。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潜艇的隐蔽性已经远远没有早年那样的神秘了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海洋生物科学家们在研究鲸鱼的时候，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事实：当鲸鱼在水面之下游弋的时候，引起的水波会慢慢的传递到海面上，形成一道不容易发现的尾迹。人就算是驾船航行在这个轨迹上面，你未必都能看得到，但是如果从太空里面用卫星来观察，就会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尾迹。潜艇的个头比鲸鱼大得多，海面的绕动轨迹是不是也能够从卫星上看到呢？结论是肯定的。这道尾迹的精度并不算太高，想用它来直接进行反潜作战呢，可能性很小，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到潜艇的航行轨迹和航行的方向。
如果能够从太空里对整个太平洋进行不间断的观察，基本上就可以把美国核潜艇活动的规律摸清楚。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率先发射了地球静止轨道对地观测卫星，也就是著名的高分4号。这种卫星可以对一片海区进行凝视，也就是不眨眼的观测。虽然它的分辨率不算太高，但是可以进行大范围、大尺度的连续监视，这是可以胜任的。南海水下有没有来历不明的潜艇，只要知道了大概的位置，反潜一方的作战难度就下降了很多。只要给定一片海域，通过投掷声呐、浮标和拖曳式声呐拉网排查等方法，对方的静音性能再好，也逃不过这样的天罗地网。另外是南海的海底情况，也不利于美国的潜艇进行秘密行动。南海虽然浩瀚辽阔，但是从有关科研部门发布的海底地形图来看从中国大陆、越南海岸线延伸到南海当中的大陆架是非常发达的，只有在南海中部有一片比较深、比较平坦的海底平原，再向东，地势又逐渐的陡峭起来，最后冒出水面，形成了菲律宾诸岛。美国核潜艇能够进出并且活动的南海区域，其实就中间那一块。南海是中国的管辖海域，中国有权利在这里部署完善的监听阵列，发现和定位不明来历的潜艇。南海这块地方已经不是美国潜艇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了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